走，跟我们一起试试沃尔沃 XC70。XC70的优势和不足，一条视频跟你聊清楚。咱先来聊聊价格啊，它的价格是26.99万元起，乍一看呢是挺有竞争力的，但是仔细研究对比配置，我发现啊，我愿称之为加钱国。为什么？因为它还是豪华品牌的逻辑，很多配置是需要选配的。比如说前排的座椅加热得 Plus 版本以上才有，那 Core 版本呢就得选配了，加钱。那后排的座椅加热和方向盘加热只有 Ultra 版本才有，那其他版本也得选配了。扬声器的数量 ，Core 版本只有8个扬声器，而且后排没有独立空调。从 Plus 版本以上开始配备哈曼卡顿音响，那这个音响效果还是不错的。买这款车想要配置全一点，那你就得买31.99万元的那个 Plus 版本了。接下来咱来聊聊它的优势啊，他们家的看家本领，安全跟环保。一体式硼钢门环加6吸能盒，它的碰撞标准是高于国标20%，而且首创电池双防弹层结构和预碰撞断电系统。对于车主来说，安全性一直是最重要的。那最近发生的这些新闻，大家也看到了，有的车开着开着它就燃烧起来了，那有的车碰撞之后自燃了，车门打不开。那安全永远都是最重要的关键因素。内饰里面还有其他也围绕着安全性来展开的，比如说它的 UI 设计，它用的是非常简洁的一个设计，它为了让你在开车过程中用简短的时间就能看到你想要获取的信息，同时配合它的92英寸的 AR HUD， 就可以让你始终目视前方来更安全的来驾驶了。而且它这个 UI 设计啊，运用了类似简笔画的这种风格，看上去又简洁，又有点设计感。另外一个方面，环保。那新车我们来到车内几乎没有味道，而且这款车是沃尔沃第一款车配备香氛系统的。这款自研香氛他们开发了20个月，不含有毒物质，是确保吸入的安全性。以上这些啊就很沃尔沃，你就可以发现沃尔沃的钱不是花在丰富的配置上，而是花在了安全跟环保的方面。再来聊几个用车的体验的细节啊，座椅还是沃尔沃家招牌的这个一体式的座椅。刚一坐上来，感觉这个好像稍微有点硬，但是它无论是承托还是这个软硬，长时间行驶你都会感觉恰到好处，这个很舒服。另外我还喜欢的一点是它座椅调节很简单，它就是一个小方块，然后通过中间的一个小方块呢，去切换调节座椅的长度，调节靠背调节起来会让你感觉很容易上手。还有个细节，打开后备箱的时候，你可以看到上面的门板画了一个小图案，会告诉你这后备箱都可以怎么去调节，包括前排座椅怎么调节，让你可以放下多少东西，这个都会给你一个明确的示意，这个是非常细致的。但是体验下来，我也发现一个体验的不同，就是门板这个开关门的位置啊，那开口是在这儿，打开之后呢，它这个位置啊没有手去把的，你就得把手抬高，这样无论是关门还是开门都是有点不那么方便。外观采用全新的设计，简洁高级是他家电车的风格，而且呢，他家标志性的设计，比如说雷春之锤的大灯、维京之斧的尾灯，也都有很好的发挥。不过从车尾来看的话，我觉得好像有点偏臃肿了，就是有点像腰跟胯一样宽的这种感觉。这台车是基于 SMA 超级混动架构打造的，它是由一台 1.5T 发动机加电机加3档 DHT 这样来构成的。CLTC 工况下，它的纯电续航是212公里，满油满电综合续航是1201公里。我们试驾的这个是 Ultra 版啊，4驱的，它的0-100加速是5.3秒动力很澎湃啊，一脚油门下去，动力就起来了，在路上你超车都是很有信心的。悬架部分，它采用的是前麦弗逊加后多连杆这样一个组合，对，确实是麦弗逊啊。像同价位里边，很多车型都采用的是前双叉臂悬架，甚至是 XC60定位比它低一点，配备的也是前双叉臂悬架。那这个定位更高，从硬件来讲，这样麦弗逊不太应该。但是那这款车的调教上面
我觉得表现还是挺不错的。这个悬架啊，整个对路面细碎颠簸过滤得很充分，包括你压井盖的时候，那个冲击也会很好的一个化解。它底盘调教偏向舒适性，这款车开上去你会感觉它比以往沃尔沃的底盘会更加的柔和一点，转向呢也会更轻盈一点，整体的感觉就是比之前更松弛一点。那跟现在新势力相比，那虽然它的前悬架的结构不是太到位，但是它整体调教的质感还是有优势的，它还是合资品牌的这种底盘调教出来的质感。组合辅助驾驶部分啊，那它标配的是 L2 级辅助驾驶，就是 ACC 这些功能。那这台车全系是没有激光雷达的，它是沃尔沃第一台配备高速领航辅助的车型。但是有前提，你需要花2万块钱来选装，选的话你也只支持高速领航辅助系统，城区的不支持，所以这个2万块钱就别花了。